我的沙特婆婆约我们所有人一起去参观一下她小时候居住的地方，我们也都想去感受一下婆婆童年最快乐的阶段。小凡和小助理们他们特别的兴奋，终于可以感受到半个世纪前沙特阿拉伯人生活的环境。他跟我说每个人都要去打卡。很多人都会问我，沙特阿拉伯是不是遍地石油、遍地豪车？其实不是，而且还挺巧的，今天还碰到了好几个国产车。阿拉伯人还挺喜欢国产车的。小助理们跟着我们一起出去，特别好奇大龙嘴巴里面天天叼着那个东西是什么。下车给他们买了几个给他们试试。这个是沙特阿拉伯人1400年以前用来刷牙的东西，进口会有一些辣辣的。阿拉伯人古时候用的牙刷，天然的清洁剂。很快我们就到了目的地，进了停车场以后，碰到了小妹妹和她老公还有她的孩子。今天三姐五姐小妹妹都来了，而且她们老公和孩子也来了，所以沿途我们都要打招呼，并且在出发前他们提前2天就已经在网上买好了门票。是的，没听错，我婆婆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打卡景点，进去都得花钱，一个人头200多。我们到那边已经差不多4、5点钟的时候，再过1个半小时左右我们就可以开斋了。这个是大龙的小妹妹，不要看她都蒙起来了，她是他们家最特立独行的一个，在家里几乎不怎么做饭，即便是请客来家里她都是在外面喊外卖，而且她说她也不在乎别人看她贤不贤惠。她的婆婆也非常惯着她，宠着她，她的婆婆也是她的姑姑。逛到一半也碰到了吴姐他们是跟孩子一起来的。到了沙特以后，肉姐基本上不怎么跟着我们，她都是跟着2个表姐一起玩，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吴姐他们同出同进。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觉得拍照很出片。其实再早一点的沙特阿拉伯，他们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我婆婆跟我说，这个房子冬暖夏凉，冬天感觉不到冷，夏天感觉不到热。这个是钉子户，他连钉子户都知道。在这个景区里面有好几个家庭，他们是不搬走的，成为了当地的钉子户。三姐一家4口也到了，三姐是一家学校的校长，老公也在法院里工作，有点类似于沙特阿拉伯的知识分子家庭吧。这个景区里面的钉子户，其中还包括我婆婆的姨妈，姨妈的后代到现在还住在里面。大龙他们安排了一家开斋的餐厅，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很奇怪，阿拉伯人怎么都是一群一群的出去，这种事情在我婆婆家真的是见怪不怪。他的人的家庭观念是非常非常强的，像这样子一家人出门，女性是不用张罗任何的事情，等吃等喝就可以了。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我说的这个文化，当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这样子，但是我看到了大部分的家庭都是这样子。真实风度不仅仅只是在西方国家才能体现，在我们的中国或者是沙特阿拉伯，其实也有很多男生非常的绅士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家庭教育有关系。一个男人到底是不是真男人，不是体现在他到底都会控制别人，而是合理的有求必应，不是理所当然觉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是他们的特权，把孩子当公主宠，把老婆当孩子宠，这样才 man 好吗？找一个比自己年纪小的男人其实一点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找一个没有家教、内心扭曲、满口和负面抵触的男人，那才是一个家庭的悲哀。好了，散会。